因为汽车保险真的好贵。这影片的 Part 2会告诉你省保费的秘密策略。但是今天的 Part 1，我们就用最白的方式，把美国汽车保险一次搞懂。看完这集，你会知道 25K、50K、100K 这些数字到底代表什么， Collision 跟 Comprehensive 到底差在哪。欢迎来到 Embark Channel， 我是留学与移民顾问 Lisa。 第一次在美国买车的人，车买了之后拿到保险报价单，一看，天哪，怎么这么贵？但是车保险又不能不买，没有汽车保险不能挂牌，就没办法合法上路。很多台湾朋友来美国买汽车保险时，就会想，是不是跟台湾一样买强制险就好了？答案是不是。而且美国根本没有全国统一的强制险，每个州的规定都不太一样，但是大部分的州都强制你至少要有 liability insurance。 它跟台湾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台湾的强制险只保证对方的人身伤害，撞坏人家的围墙不保，撞到一台全新的 Tesla， 不好意思，那也是你自己想办法。但是美国大部分要求的 liability insurance 就完整得多，它通常包含对方的人身伤害 bodily injury 以及对方的财务损失 property damage。 简单的说，它是在保别人，不是在保你自己。很多人第一次买车子保险的最大误会就是，我都买保险了，我自己的车一定有保吧？不一定哦。等等我们讲到 collision， 你就知道为什么。打开保险报价，你经常看到25、50、25K 或是50、100K、50K， 好像密码的数字群。其实它代表3个理赔上限。第一个数字代表一位受害者最高理赔多少，第二个数字是指一次事故全部受伤的人加起来最多理赔多少，第3个数字是指财务损失最高理赔多少。我们用例子来了解最快。假设你投保的是 25K、50K、25K， 结果今天发生车祸，一共有3位受伤者。第一位甲受伤需要赔5000，第二位乙受伤需要赔1万，第3位伤得比较重，需要赔3万。这时候甲的5000小于个人理赔上限的2万5，所以保险全赔。第二位乙1万也小于2万5，保险也 cover。 但是丙第3位需要3万，不好意思，你的保单一个人最多只赔2万5，剩下5000就要你自己负责了。所以最后保险到底赔多少？5000加1万加2万5，总共4万。虽然全部的伤者加起来没有超过事故5万的上限，但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个人上限，所以不是事故上限还没到就可以一直赔。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个规则都会说，啊，原来还有这一层。是的，没错。所以如果你保最低额度，财务损失最高理赔2万5，而你的道路上常看到 BMW、Tesla、Lexus 等，你可能就要想一下， 25K 的财损额度真的够吗？其实所有汽车保险最后都可以分成2件事，第一是人身伤害，第二件是财务损失。但是保险公司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是谁的错？美国大部分的州都是责任制度，英文叫做 at fault， 也就是说犯错的人要负全部的责任。我在美国还没有听过像在台湾常见的判决，说甲方 60%， 乙方 40% 的责任分配制度。通常保险公司就是努力判断到底是哪一方造成事故，只要判断你是肇事者，你就要负责你所造成的伤害。所以保险公司最在意的不是撞得多严重，而是到底该谁负责。我们先来讲车子，如果今天对方撞你，对方是肇事者，
他的 property damage liability 就应该负责修你的车，合理吧？但是如果今天是你撞别人呢？很多人以为说，那我的保险也会修我的车吧？ No， 因为 liability 是保别人，不是你的车。所以今天如果是你自己撞护栏、撞电线杆、倒车时撞柱子，你的 liability insurance 完全不会帮你修车。这时候就要靠另外一项保险 collision coverage。collision 就是保你的车了，不管今天谁撞谁，只要你的车受损， collision 就有机会理赔。举个例子，例如你的车修理要3万美金，撞你的那位肇事者只有2万5的财伤额度，剩下5000怎么办？如果你有 collision， 你的保险公司就可以帮你补这5000。所以很多人以为 collision 是保我撞到东西，其实不是。collision 保的是你的车，不管是谁犯的错，他只在乎你的车是不是需要修。所以新车车主通常都会买 collision insurance， 因为如果今天刚买的新车一不小心撞到停车场柱子，那真的是会心痛到晚上睡不着觉。那 comprehensive 又是什么呢？有人直接叫它天灾险，其实也差不多，因为它保的是不是车祸撞成的损失。例如台风吹倒大树压到你的车，或淹水，或冰雹，甚至动物跑到路上你来不及刹车撞上了，或车被偷了，这些都不是车祸，所以也没有谁对谁错，没有 at fault。 这时候 comprehensive 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里要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很多人以为我花5万买一台 BMW， 10年后被偷了，保险公司是不是赔我一台新的 BMW？ 你想得太美了，保险公司只会看你这台车现在市价值多少。例如10年车现在市价只值8000元，那它顶多就是赔将近8000美金，它不是赔你当年买的车价，也不是现在买部替代车的价。所以不管是 collision 或 comprehensive， 它保的都是车子现在的价值，不是你的回忆，更不是你的情怀。我们刚刚说，美国大部分的州都是 at fault 制度，责任制度的，但是有一些州采用的是 no fault 制度。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个字 no fault 都以为没有人犯错，不是，撞车还是有人犯错，只是在 no fault 的制度下，医疗理赔不需要等责任的厘清。假设今天2台车撞在一起了，警察到了，保险公司也开始调查，到底是谁闯红灯，谁车速太快，可能要调监视器找证人，一查下去可能就拖好几个星期。可是受伤的人今天就需要去医院，可能今天就需要开刀，今天就不能上班，医疗费是不会等到责任的厘清才开始累积的。所以 no fault state 的想法很简单，先救人，责任以后再说。这就是 PIP 在 no fault state 的用途。no fault state 通常都会要求驾驶买 personal injury protection， 它只保人不保车。 PIP 可以支付医疗费、复健费，甚至有些州还包括受伤期间因为不能工作而少赚的薪水。所以如果今天你受伤，即使责任还没判定，你的 PIP 就会先帮你付，不用一直等。PIP 不修车哦，真的不修。 PIP 保的是你的身体，不是你的 Toyota， 更不是你的 Tesla。 所以如果今天你车头撞烂，修车要2万， PIP 是1毛都不给付的。如果今天你肩膀骨折，需要开刀住院， PIP 就可能开始发挥作用。所以它只负责身体的伤害。很多人以为车撞坏修车最贵，其实很多时候人比车还贵。你车撞坏可能花个2-3万美金，但是如果有人受伤需要开刀住院复健，再加上不能工作，医疗费、薪水损失加起来
很快就超过10万、20万美金。所以在美国，真正让保险公司紧张的，通常不是车，而是人。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哦，假设今天你完全没有错，你安安静静的停在红灯，后面一台车直接撞上来，结果你送医住院，医疗费3万美金，反正是对方撞你，对方的保险应该全付吧？但是如果对方只有法律的最低额度呢？也就是说，他只有2万5的 bodily injury liability， 你的医疗费用3万，保险最多只理赔2万5，还差5000，怎么办？或是更糟糕的，如果他跑了，不知道是谁肇事了呢？这时候就轮到 underinsured motorist 保险登场，中文可以理解成当对方保险不足时，由自己的保险补足。刚刚的例子，医疗费3万，对方的保险只理赔2万5。如果你有买 underinsured motorist insurance， 那你的保险公司就可以帮你补那5000的差距。所以这 underinsured motorist 不是保对方，它是保你自己。很多人想，我开车很小心，我不会撞人，可是你控制得了自己，你控制不了别人。如果撞你的那位驾驶刚好只是买了最低的保额，或是没良心的跑了，最后真正倒霉的可能是你。所以很多保险顾问都会建议，如果预算可以， underinsured motorist 以及他的兄弟 uninsured motorist insurance 很值得考虑。很多保险公司都把它们绑在一起，叫做 UM 或 UIM coverage。 那 medical coverage 就是什么呢？有些州没有强制 PIP， 但你在保单上会看到另外一个选项，叫 medical payments。 很多人看到会问，这是不是就像 PIP 一样？有点像，但是通常保障比较单纯，主要就是支付你自己以及坐在你车上的乘客因为车祸造成的医疗费用。它通常不像 PIP 一样会包括薪水损失，但是如果你的家人或亲戚从台湾来美国探亲，坐你的车的时候遇上车祸了， medical coverage 就可能帮上忙。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 medical coverage 是医疗费版本，而 PIP 是医疗加上其他生活损失的加强版。你应该开始发现，美国的汽车保险不是只有一张保单，它是一块一块拼起来的。 Liability 是赔别人， Collision 是修自己的车， Comprehensive 是 cover 车祸以外的损失， Underinsured 跟 uninsured motorist 是保护自己，不怕对方没保险或保险额度不足。 PIP 跟 medical 则是保自己跟车上乘客的身体。下一部影片我们就来聊最实际的问题，就是到底该怎么买才能省保费。25岁为什么是一个神奇的分水岭？还有便宜保险真的划算吗？我会分享我自己踩过的坑，让大家少缴一点学费。请记得按赞、订阅，也分享给刚到美国或正在研究买车的朋友。我们下支影片见。